醒醒啊！嫂子不能没有你。省省吧，赵英英，你指望这个废物救你妹妹，她自身都快难保了。就是没了她的地主爹，她李汉文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还被山匪打了个半死，连房子都烧了，醒了也是个穷光蛋，更别提救你妹妹了。恭喜宿主绑定地主商城系统，宿主可通过售卖物品获得银两，银两可在系统商城中兑换你想要的一切物品。嫂嫂，汉文，你终于醒了，快和我去救月月。等等，嫂嫂，你是说要我去帮忙救下你妹妹，然后把她嫁给我？没错，只要你肯救她，嫂子也是你的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，现在就去救你妹妹。哥，你怎么能将我卖给傻子？我可是你亲妹妹啊！王家可是出了3两银子的聘礼，今天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收聘礼的是你，那就你嫁过去好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谁让你来我家的？三妹，我把汉文带来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这穿着模样像是个读书人，姐姐竟然为我找来了这样的夫婿。大钱向来崇拜读书人，见到我的穿着打扮，赵月月反而有些不敢向我张口求救。而我站在门口，也正好看到了她。赵英英没骗人，她这妹妹再过2年，绝对的倾国倾城。我是李汉文，我今天来是带月月走的。你有病吧？赵月月是我妹妹，你凭什么带她走？就凭我有钱。哼，有钱是吧？行，10两银子能拿得出来，我就让她跟你走。这家伙还真敢要。在大钱，1两银子等于1贯钱，1贯钱等于1000文，10两银子就是1万文。赵英英也被这个数字吓到了。大哥，王家就给了3两，你居然问汉文要10两？汉文的叫得好亲热，你莫不是死了丈夫，跟这个男人成了姘口？要真是这样，我10两银子还要少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这衣服看起来不错，是不是这个野男人给你买的？有钱买这么好的衣服，没钱下聘礼，那就把这衣服脱下来抵债。邹氏说着，上手就去扯赵英英身上的衣服。赵英英本来就瘦，哪里是邹氏这个悍妇的对手？没挣扎2下就被拽倒在地。我正要去帮忙，耳边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：检测到可售卖物品，是否售卖？发现古代手摇纺车，价值300文，请问是否售卖？发现古代青铜脸盆，价值500文，请问是否售卖？发现梨花木面盆架，价值12000文，请问是否售卖？竟然连别人家的东西也能卖！系统，全部给我卖掉！售卖成功，入账2800文。不就是10两银子吗？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宿主取出1万文，账户余额5059文。花赵家的钱买赵家姐妹花，一点也不亏。看着我手里的银子，在场所有人都瞪大眼睛，赵虎的嘴巴更是张得能塞进一个馒头。是真的银子！李汉文，你竟真有10两银子！10两银子给你，赵月月我可以带走了。赵英英和赵月月激动得俏脸通红，两姐妹仿佛看到了真神，迫不及待往我身边跑。邹氏却双手叉腰，一把将路拦住。想得美！王家不仅给了聘礼，还答应等月月生完儿子再给几两，你这才10两，根本不够。没错，赵月月从小就会纺纱，有手艺在身上。你跟我二妹也有关系吧？不然怎么会给她买这么贵的衣服？有了我二妹，又想买我三妹，怎么也要再给5两。出尔反尔，找死！哥，你为了钱，连我们的名声都不顾了吗？哼，名声有个屁用，能换钱吗？别忘了，月月的户籍文书还在我这儿，想跟野男人走，就拿钱来。他自信拿捏住了赵月月，也就拿捏住了赵英英，更是拿定了我。我却根本没时间搭理他，抬眼扫视着残破的院子，用系统拼命搜索。既然你想要钱，那我就把你卖的都卖了，看谁横得过谁。系统，全部给我卖掉！价值800文，请问是否售卖？宿主成功售卖实木橱柜，获得300文。宿主成功获得1100文，余额6359。是不是只要我给你5两银子，你便将赵月月的户籍文书给我？没错。
你们的话我信不过，必须签个断亲书，保证从今日起，赵家姐妹和赵家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赵虎本想高价嫁妹，更想她们嫁出去后还能帮衬娘家，毕竟他还有一儿一女要养。这要是断绝关系，以后去哪儿找这么好的助力？真是搞笑！我说的15两银子只是聘礼，你却让他们跟娘家一刀两断，你是何居心？是我们自己不想再跟你们纠缠，你们压榨了我跟三妹这么多年，难道还想压榨我们一辈子？10里8乡都没人敢给王家说亲，可你们却执意让我嫁过去。你们根本没打算让我活。既然你们这么狠心，我又何必在意那虚无缥缈的亲情？怎样？我这15两银子是实打实的，错过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既然你们这么急着滚，那就滚！以后要死了都别回来！以后就算饿死，也绝不再踏进这扇门。这赵莹莹看起来柔柔弱弱，为了妹妹却这般有骨气。我将钱递给赵虎，顺利签了断亲书，拿到了赵月月的户籍文书。当家的，我们发财了！钱是拿到了，可我们以后也少了2个钱袋子。反正他们身上也榨不出多少油水，走了就走了吧。而且马上到交晒时间了，有了这些钱，你就不用被强行征兵了。我得去镇上买点米和肉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当家的，我们家的桌椅和橱柜怎么全不见了？那可是我娘的真阿陪嫁来的好东西啊！彻底离开赵家的视线后，赵莹莹和赵月月的心情才彻底放松下来，仿佛压在身上的枷锁在这一刻彻底被打破。汉文，你到底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银子啊？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月月，当家的为我们花了这么多钱，你得好好伺候当家的。一路说说笑笑，我们走到了李家院门口，看着被烧成废墟的破烂房屋，赵月月愣住了。我看出她的忧虑，解释了一句：山匪来抢劫的时候把房子都烧了，还没来得及修。赵月月有些不信，但想到我为她花了那么多钱，还是感激地点点头。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肯定能将房子修好。我们3个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吃苦的。你们既然都成了我娘子，挣钱养家的事自然由我来。趁着时候还早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干嘛去？我去打猎。什么？打猎？你从小锦衣玉食，娇生惯养，哪里会打猎啊？而且山里都是蛇虫鼠蚁、悬崖峭壁，你别胡闹了。别担心，我去就会。初级商城只能兑换粮食蔬菜，没办法兑换肉食。我和姐妹花都需要营养，而且修缮房子需要花很多钱，我得多打猎多换钱，在寒冬到来前，保证自己和2个小心息不被饿死冻死。见我执意要上山，赵莹莹追了上来。等一下，你一定要去便去吧，但不管能不能打到猎物，一定要安全回来。我接过竹筒背上，大步出了门。等到了没人的地界，我熟练地打开系统商城，买了一把美猎弓，花费600文，又买了20支柳叶箭头，总共花了1000文。小胡岭的百姓大都靠种地为生，打猎的人不多，加上近几年兵荒马乱，村里的男丁被强征去战场，上山的人就更少了。只要敢往山里走，根本不愁打不到猎。果然，没走多久，我就在水坑旁发现了2只小斑鸠，弯弓搭箭，一箭穿喉。野鸡只在地上扑腾了几下，便彻底没了气息。我跑过去捡起野鸡掂了掂，去掉内脏和毛，足足有2斤重。检测到2斤重野鸡，可售100文，请问是否售卖？我摇了摇头，暂时没有选择售卖，准备回家前再做决定。我娴熟地拔出箭矢，把野鸡扔进竹篓，继续往山上走。半个时辰过去，我背后的竹篓里又多了几只兔子。正准备往回走时，前面不远的乱葬岗中突然传出一阵说笑声。大黄，你小子挖坟掘墓的本事越发长进了，等我把这死人衣裳卖了，定赏你2个肉包子。连死人的衣服都偷，真是猪狗不如的畜生。我懒得跟这几人纠缠，转身就走。哎，这不是李汉文吗？我听说你被山匪踢废了，不在家躺着，来这乱葬岗做什么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这李汉文往日见了我们，只有谄媚讨好的份儿，今天这是吃错了药了。
你个小白脸儿，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，皮痒了？李汉文，你竟敢打我！李兄这是做什么？大黄不过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上手了？这小子被山匪打开了窍了，怎么身手这么厉害？谁是你兄弟？你在我这儿乱攀什么亲戚？李汉文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俩平常欺男霸女、偷鸡摸狗就算了，敢在乱葬岗掘人坟墓，就不怕死无全尸？你小子得寸进尺是吧？老子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怕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颗眼！孙二狗惊得目瞪口呆，原本还想一起上前教训我，见识到大黄的下场后，脚下却跟惯了铅似的，一个屁都不敢放。我冷笑一声，懒得跟他们纠缠，转身往山下走。贱娃子，你爹都死了，我看你还能猖狂几天！李汉文，你个天杀的，那可是我唯一的血，老大，你一定要帮我抢回来。你放心，老子绝不会让这小子好过。天色渐晚，我走在山道上，脚步也加快了些。山沟里不少挖野菜的妇人也准备回家，看到我从林子里出来，全都诧异不已。哎，那不是李地主家的儿子吗？听说被山匪踹成重伤，快死了，怎么进山了？你们看，他背着竹篓，身上还有弓箭，难道进山打猎去了？他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地主，连弓都没摸过，咋可能会打猎？随着我越走越近，大家都看到了我背后沉甸甸还在滴血的竹篓，手快的妇人已经蜂拥而上，强行掀开了我的竹篓子。妇人们惊呼：好大的兔子，还有3只活的小白兔，这大的怎么说也得有3、4斤吧？刚才还调侃我的妇人们全被竹篓里的猎物惊呆了。灾荒年里，村里人没少进山碰运气，可大多空手而归。谁也没想到，我这个病秧子第一次上山就打到了这么大的兔子。汉文哥哥，你就是用这东西打的兔子，怎么跟我在这里看到的不太一样？可以给我摸摸吗？不行，这东西杀伤力太大，伤到人就不好了。真小气，不摸就不摸。哎呦，汉文，你就让翠花摸摸嘛，好歹你爹在世的时候还想着凑你们俩呢。是啊，翠花，汉文现在这么厉害，你还不赶紧让你爹把你嫁过去，到时候想怎么摸就怎么摸。这种玩笑在村里很常见，我也不想搭理，捡起树枝把竹篓重新盖好，径直往家走。这个李汉文好像跟以前那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不一样了，要把消息告诉爹爹。李家小院，赵莹莹看着即将落下的晚霞，满脸急切。赵月月担忧地拉着她的衣角：姐姐，汉文哥哥不会出事了吧？我听说山里有老虎和狼。不会的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两人说着话时，我背着竹篓的身影出现在了山道上。赵莹莹眼睛一亮，来不及多想，赶紧迎了过来。还没到家门口，我便被姐妹花围住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可还顺利？是啊，姐姐都担心的快哭了。我搂着姐妹俩走进院子，反手关上院门。傻瓜，担心什么？我见就近的山林没猎物，去了趟深山而已。走进堂屋，我拿掉竹篓上的树枝，将里面的东西倒到地上。一只肥硕的大灰兔和3只毛茸茸的小白兔滚了出来。赵月月欢呼：姐姐，好多小白兔，是活着的小白兔，好可爱啊！这些都是你打到的？没错，专门为你们姐妹打的。当家的，谢谢你。傻瓜，答应你的事儿自然要做到。你要真感谢我，不如……什么？不如赶紧去做饭。我跑了一天，又饿又冻，不信你看看我的脸，都冻成啥样了。辛苦当家的了，我现在就去做饭烧水，你快些坐下。咦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哎呀，当家的别打趣我，我现在就去煮野菜汤。野菜汤有什么好吃的？咱们晚上吃野兔炖野菜。啊？野兔不拿去镇上换钱吗？换什么钱？你都瘦成这样了，得吃点好的补补。姐夫，我可以养这3只小白兔吗？一时间，我竟都分不清哪只兔子最可爱了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姐夫呀。傻丫头，聘金都给了，
兔子也给你打回来了，你也得换他当家的。当家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叫得好，我现在就去把兔子的皮扒了，你们去烧热水，晚上我们大吃一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因为我家的房子都被山匪烧光了，所以我们3人暂时只能住在赵莹莹家。我看着这惨烈的居住环境，唏嘘了一声。没关系，有系统在手，只要多打些猎挣些钱，很快就能修好屋子。检测到可售卖物品，丁，发现野生兔皮1张，价值30文，售卖成功，获得30文。蚊子腿也是肉啊！我回头走到厨房门口，看着灶台下忙碌的姐妹花。当家的，你站在门口做什么？哦，我看这厨房王的窗户都破了，想着明日怎么修。其实厨房破点没事，就是家里的灯油快没了。做饭的时候有柴火照亮，可干活的时候若没有光就比较麻烦。嗨，灯油是吧？我床底下还有瓶呢，我现在就回去取。那房间里除了张破床，哪有什么灯油啊？姐姐，汉文哥哥好厉害啊！你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你弄来。傻丫头，以后得换他当家的。怎么个好法？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呢，我们得对他好，知道吗？这太不好意思了。傻丫头，成亲了本来就要学着打理这些事呀。我先出去给你们留些空间，好好准备。姐姐，鸳鸯、月月，你们看看，是不是这个东西？这是灯油，这么大一桶，而且这装灯油的瓶子看起来好奇怪，还是透明的，能清楚看到里面的东西。哇，这油好干净清透，简直比我们吃的菜籽油还透亮。真的是灯油吗？这琉璃桶上写着什么字，我都看不懂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可是外国进贡的灯油，你们别那么谨慎，这瓶子砸不破的。不信我给你们展示下。真的没有破，这瓶子到底是什么做的？就算不会摔破，也不能这么砸呀，万一侧漏了呢？不过真好啊，这么一大桶灯油，能用好久好久了。是呀，以后就算我跟姐姐通宵纺线，也不怕费油了。纺织机被山匪们砸坏了，咱们暂时纺不了纱了。啊，要不我回趟大哥家，娘的纺织机还在那儿，那是娘留给我的。完了，那台纺纱机已经被我卖掉了，没想到竟然是他娘的遗物。回收只给300，买新的却要600，系统你抢劫啊！赵普和邹氏不安好心，你们俩千万别再回去，等我多打些猎物换点钱，给你们买架新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算了，一台纺纱机要好几百文，你已经为我们花了很多钱了，我们不能一味所求。反正当家的别操心这事儿了，我明日去问问。兔肉都炖好了，当家的，我们吃饭吧。莹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嫌弃我打的兔子不好吃吗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你怎么都不吃肉？我想着打猎辛苦，还有半只兔子留给当家的吃，这样当家的有了力气，明日才能再进山打猎。我今日能打到兔子，明日还能打到更多猎物，你就安心的吃，敞开肚子的吃。没放盐，真难吃。当家的，这是盐？是啊，这细盐可是皇亲国戚才能吃得起的，我爹一直没敢拿出来。要不是家里的盐都被抢了，我也不舍得拿出来。商城里的精盐4文钱一包，大钱的粗盐却要30文一小罐，倒卖盐肯定能赚大钱。就是官府管的盐，得好好谋划谋划。吃饱喝足，娘子，咱们睡觉吧。今日我不行，还是让月月服侍你吧。等到明天，我再跟妹妹一起。玩这么刺激的吗？
当家的，我们早些休息吧。好。当家的，别闹，我不行了。不行，我还没吃饱，再来一次。当家的，洗脸水烧好了，你快洗漱吧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们在捡木头，这些都是从你家废墟里捡出来的，村里人都在里面捡，我们也早些起来，能多捡点儿。辛苦了，我现在先进山打猎，打到猎物，给月月也买身新衣裳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若打不到猎物，就早些回来，千万别在山里逗留。总之你们在家等着。丁，检测到天然野生菌。丁，发现天然无污染苦苣菜2斤，价值20文。丁，发现天然野生黑牛干筋，价值30文。丁，发现天然野生松茸。系统全部售卖。1斤野生松茸就值150文，竟然比野鸡还值钱。当家的，当家的。你怎么跟我进山了？不是让你跟姐姐在家等的吗？姐姐说她去找闺蜜借纺车，我不想去，所以就跟着你上来了。好吧，山里危险，你要跟紧我，可千万别乱跑。当家的，你看，这里有好多蘑菇。丁，发现天然无污染鸡枞菌，每斤可售35文。丁，发现天然无污染鹅蛋菌，每斤可售70文。可惜这些蘑菇有毒，我听说年前有户人家吃了黄色的菌子，结果全家都被毒死了。自那以后，村里人看到陌生蘑菇就会退避三避。这些蘑菇叫鹅蛋菌，味道极其鲜美，没有毒的，你放心大胆的采。当家的，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呀？姐姐说你以前是地主家的大少爷，读过不少书，都是从书上看到的吗？算是吧。月月真能干，几个小时就摘了这么多山菌，我该怎么奖励你呢？当家的辛苦，我不要奖励的，只要能时刻陪在当家的身边，我就高兴。你辛苦了一天，跟着我跑了这么久，忙活这么久，抓到了野鸡，正好找地方处理了，尝尝鲜。山区就是好，风景秀丽，奔波打猎确实是件费力气的事。发现可售卖物品。丁，发现百年红松木1根，价值2万文，此问是否售卖？没想到来林子里玩一趟都能捡到宝。销卖成功，收获2000文。还好没让他们发现布袋里的蘑菇，不然他们肯定要问我在哪儿摘的。呀，你们俩总算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们在林子里遇到了危险，正准备去寻你们。真的有好多蘑菇呢，只是这些艳丽的蘑菇恐怕都有毒，吃不得吧？都能吃，都能吃。这么多蘑菇，咱们晚上吃个全军宴吧。啊？我这背包里还有栗子和榛子呢。咱们晚上吃板栗烧肉、清炒鸡葱、奶将军煲汤、鹅蛋菌肉片，怎么样？当家的，咱们家有3口人要养呢，还是留着慢慢吃吧。而且你这打猎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山里太危险了，咱们得囤粮过冬。我去把蘑菇洗了，晒干了串起来。别忙活了，
以后囤粮的事就交给我。那不行，你一个人哪能挣得起3人过冬的粮食？不就是3个人的冬粮吗？你看这些够不够？当家的，这里面都是精米，只有贵族才能吃的精米，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啊？当然是买的呀。你哪儿来的钱啊？糙米都要10几文一斤，这种品相的精米，估计要好几10文，甚至几百文一斤吧。你先别问我从哪儿搞来的，就说这些够不够冬？寒冬日久，15斤米肯定是不够的。那加上这些呢？是精面，姐姐，这是做馒头的精面，比娘亲以前做馒头的精面还要白还要细。怎么样啊，娘子？现在够了吗？不够不够，30斤米面怎么够？过冬还要衣服鞋子对吗？闻起来刺鼻子的是醋，黑色的是酱油，白色是糖，居然是糖！没想到居然是糖，有糖了有糖了！以后我能做糖包吃了，对不对？姐姐，当江家的，你不会去打劫官道了吧？不会的，时间上根本来不及。当家的，你今日不是一直在山上打猎的吗？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宝贝？其实我今天打到了一头豹子，抓到了好几只土拨鼠，就趁热去镇上售卖，正好赶上京城过来的行商，就拿猎物跟他们换了些东西。当家的，你说你打到了豹子，那只豹子卖了多少钱啊？不是很贵，也就几10两银子吧，买这些东西差不多。一只豹子能卖几10两？难怪当家的在山上待了那么久，原来打到了豹子，还翻过山头去了镇上。当家的好厉害！去试试，好好刷牙，待会儿我要检查的哦。当家的，哎呀，不跟你说了。我去做饭，给当家的做些好吃的。当家的，你先坐下来休息。等一下，我还有好东西送给你。这是润肤品，每次洗完脸、洗完澡擦一擦，能保持肌肤娇嫩。好好擦，晚上我也要给你检查的哦。当家的，你别说了。当家的，这么多好吃的，这就多了。我以后还能带你们吃汉堡、薯条和奶茶、烤鸡、炸串、螺蛳粉呢。那都是什么东西啊？都是好东西，等以后我弄来给你们尝尝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快吃吧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真好喝。你们俩都太瘦了，要多吃些，长得白白胖胖才更漂亮呢。谁在哪儿？孙二狗、赵大黄，你们两个想干什么？嘿嘿，想干什么？铁柱怎么也说也是我表哥，他走了这么久，留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我这不跟大黄过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我劝你们赶紧滚，不然我喊人了。嘿嘿，这3更半夜的，村里人早都睡熟了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以后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在这村里没人敢再欺负你，怎么样？呸！你做梦！啊！大坏蛋，滚出我家院子，不然我就去报官，告你们欺负良家，让官府把你们抓去蹲大牢。蹲大牢？等你成了老子的人，还敢把自己的男人送进牢里去？别给脸不要脸，乖乖听话，老子还能让你少受点罪。敢来我家欺负人，我看你们是找死！哼。
我说赵莹莹这个小寡妇怎么敢拒绝老子？原来是跟你个废物勾搭到了一起。赵莹莹，怎么说你也是抱着贞洁牌坊嫁进来，竟敢跟野男人私相授受，信不信我把这件事捅到村长那里去，让村里人按族规把你进猪笼？要不这样，你让李汉文乖乖滚蛋，再好好求求我，说不定老子心情好，就当今天这事儿没发生过，也不去村长那里嚼舌根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肋骨，我的肋骨断了。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当家的竟然如此勇猛，放你一马！你刚才出言羞辱赵英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在家里闹出人命，会惊动村长和官府，到时候只会惹来无尽的麻烦。现在给赵英英磕头认错，否则老子让你们今天横着出去。嫂子，我刚才都是胡说八道的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否则我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！滚！当家的，孙二狗和赵大黄是村里出了名的恶霸，这次你惹恼了他们，他们肯定会再来报复的。要不你纳个妾吧？啥？当家的，我如哥又是个靠不住的混账，根本没办法帮衬你。你若是娶个家里兄弟多的姑娘，孙二狗他们以后就不敢再来欺负你了。孙二狗和赵大黄这两个废物根本不足为患，刚才要不是怕吓着你们，我能把他们半条命都打没了。别，千万别！你刚才还没将没他们打死，否则是要吃官司的。我听我哥说过，孙二狗在周边有不少狐朋走友，连正室都有认识的人。他要是回头带人来怎么办？别胡思乱想了，时间不早，赶紧烧水洗漱吧，折腾了大半夜了。英英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还在担心孙二狗说的那些话，害怕别人说你闲话？不是的，我是怕别人说你闲话。村里人都说我是个不祥之人，今日我去找闺蜜借纺车，他们还在背后说我是天煞孤星，克死了丈夫又克死了公婆。我这样的人是配不上你的。你先别忙了，过来，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傻丫头，你不是什么不祥之人，你是我的福星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死在那间破屋里了。赵体如已经走了这么久，大不了过2日陪你去找村长，再去官府把户籍改了，正儿八经的娶你过门。你真愿意娶我？当然，我要连你和月月一起娶，以后你们就是我李寒文的媳妇。姐姐，昨日我们说好的，今日该你帮当家的准备洗澡水了，你可不能偷懒哟。你这个死丫头尽是坏！英英，站在外面做什么？进来吧。辛苦你烧了大半夜的水了，正好我进山跑了一天，肩颈酸得厉害，你进来帮我捏捏吧。得趁赵家姐妹还没先醒，赶紧把家里能换的东西都换了。商城如今还处于初级状态，想要兑换更好的东西，就要累计消费1万两，现在距离目标还差得很远。购买家具至究治标不治本，最好能打造一栋带客厅、房间、洗手间和单独浴室的合院，再打造几间专门的房间，晚上换着睡才叫舒坦。哎呦，你挖3步跳干什么？那玩意儿又苦又腥，可不能吃啊！陈婶儿，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？这深山老林的，人吓人是要吓死人的。李家的小子，这3步跳马嘴的很，你别看它长得像野果子，吃下去可是会出事的。谢婶子提醒，这玩意儿虽然不能吃，但是能治病。城里有药商出钱收购，我挖点换钱买粮。这3步跳又叫麻根果，能入药是没错，但这玩意儿漫山遍野都是，谁会去花钱买随处可见的东西啊？你别被人给骗了。发现可售卖物品，丁，发现野生果子粒，1斤可售80文。
汉文这个没用的家伙竟然变得这么厉害，不仅会打猎，还会布置陷阱。看来是我以前小瞧他了。大哥，这仇不共戴天，咱们可不能再给李汉文可乘之机。我难道不知道吗？还用你在这儿多说？为了对付他，我连家里祖传的宝贝都偷来了。大哥，待会儿你制服李汉文，赵月月归你，赵茵茵归我，成不？我长这么大还没跟女子亲近过呢。真是老天开眼，这深山里人迹罕至，只要在这儿解决了他，赵家姐妹花还不是任由我们处置？深山里有猛兽，万一我们遇到怎么办？没出息的东西，我们有宝刀在手，怕啥？而且就算碰到猛兽，我们也可以先引到他那边去，到时候猛兽嗅到血腥味，肯定会先盯上他。哼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李汉文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你们破坏了我设置的陷阱。是啊，怎么样？姓李的，昨日是我分心了，才被你占了先机。今日我有宝刀在手，立马给我磕头道歉，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黑铁宝刀，价值3万文。看到黑铁宝刀的价值，我情不自禁挑了挑眉。哼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我告诉你，晚了。乖乖给我们磕3个响头赔礼道歉，再把果子宝交出来。想要猎物，可以啊，你过来拿。不好，是大野猪，快跑！大哥，救我！大黄！孙儿等。检测到可售卖物品是否售卖？丁，发现300斤野猪，可售5000文，请问是否售卖？卖。校卖成功，当前余额24220文。余额终于重新回到2万多了。真是一把好刀，可也是30两银子。带回去给英英和月月带着玩好了。天天挖坟掘墓，到头捞来这么穷，真是白费功夫。哎呦，李家小子，你在山里待了1天啊！快让我看看，你今天都挖了多少麻果？哎，李汉文，你不打猎，改挖麻果了？那麻果有毒，可不能吃。你要实在打不到猎物，就跟我们一起去山坳好了。嫂子，我手把手教你挖野菜。姐姐，这是鞋子，摸起来软软的，不仅折不断，还是透明的。还有这洗脸巾，竟然全都是棉的，不像粗麻面巾那样扎脸。姐姐，你快来啊！厨房里也多了好多东西，碟子和勺子比镜子都亮，都能照出人影了。还有这饭桌，咱们再也不用10垫桌脚啦。竟然是崭新的大铁锅，只有贵人们才用得起的大铁锅。还有这煲汤用的砂锅，比我从娘家带来的那个还好。
肯定是昨晚的咱们2个伊娜奖励买礼我们的。可当家的一下子买这么多好东西，会不会把算豹子的钱全花光？不行，这日子还长，可不能这么铺张浪费。我得找当家的说说。茵茵，你在家吗？婉如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昨日去你家找你，你母亲不是说你随父亲出远门了吗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快进来说。茵茵，我爹要我嫁给员外家的病儿子冲喜。我爹昨日将我诓骗到城里，说是进城投奔亲戚借粮，实则是把我带到严员外家给那个病弱的儿子相看。那严员外家的儿子得了肺痨，眼看着已经到了晚期，能不能活过这2个月都难说。我注定是要守活寡的，保不齐严员外为了让儿子死后不孤单，还会让我陪葬。你伯父怎么能这样？茵茵，我不想嫁给病鬼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先别哭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洋洋、月月，我回来了。莹莹，这位姑娘是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好闺蜜林婉如。婉如，这位是李汉文，是我男人。说这话时，他下意识看了看林婉如，生怕她觉得自己浪荡，才死了公婆就找了新男人。汉文哥哥，婉如妹妹，你怎么哭了？真是过分！亲生父母为了钱财，就要把女儿往火坑里推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当家的，官府不管这种事的。这年头，谁有钱谁就是大爷，想买几房小妾都可以。有的父母为了能吃上口热乎饭，把亲生女儿卖进青楼的都有。当家的，婉如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闺蜜，你能不能救救她？婉如姑娘，我要怎样才能帮到你呢？谢谢汉文哥哥的好意，但我怕你也满足不了我爹娘的要求。你只管说，指不定我能办到呢。我爹收了严员外家100两银子，说要是有人能出得出这个价，我便可以不嫁，否则就算是嫁过去配冥婚，我也得认。什么？赵飞鹰心里惊涛骇浪，他一开始觉得林婉如爹娘就算再贪财，也不至于太夸张，毕竟他和妹妹当初也才被亲哥勒索了15两银子，谁知林婉如的聘金竟是她们姐妹俩的好几倍还多。我就说，这么多钱谁能拿得出来啊？10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，普通百姓这辈辈的店家，要勤勤恳攒上好几年才能攒够。我钱包里现在还有25两左右，就算卖了那把黑铁宝刀也才50多两。不过若是我再去更深的林子里打一头野猪或者野鹿，凑齐100两应该不难。不就是100两银子吗？我给你们凑。啊，这可是100两，不是10两。你当真能弄到？当家的，你别胡言乱语。咱们就算把房子卖了，也凑不齐100两啊。5日内，我给你们凑足齐100两，你们等着就是。当家的，你可别冲动啊！放心吧，莹莹，我心里有数的。若我能挣到100两银子，你得嫁给我，还要跟娘家彻底断绝关系，你愿意吗？我爹说了，7日后就要把我送到严家，我最多能拖7日。如果你能在7日内挣到100两，我便嫁给你。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别担心了，做饭吧，我都饿了。来，当家的，今天你受累了，还是我来处理吧。不行，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能干杀生的事？对你身子不好。你先去烧热水，待会儿我还要回收果子兽的皮毛呢。若是让赵嫣嫣处理，还怎么暗度陈仓？这些材料说是山里摘的，也不会引起怀疑。茵茵，你和李寒文是怎么好上的？他帮我救了妹妹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发誓要好好服侍他，报答这份恩情。是啊，你别看他文质彬彬的，力气可大了啊！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，我说的是你别看他瘦，他动手很利索，平日里帮着村里解决过不少麻烦事。真的？对呀，当家的不仅会打架，还懂得特别多。他懂得分辨山里的蘑菇哪些能吃，哪些不能吃，还教我摘蘑菇之前先拍拍蘑菇的伞盖，说这样拍过的蘑菇能在来年生出更多的宝宝。当家的，你站在那儿干嘛？
干？什么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干烧。这果子狸肉质鲜嫩，咱们就做香锅，再放些蘑菇进去。香锅又是什么新鲜吃法？当家的你花样可真多。哼，赵英英家这是过上了什么神仙日子？竟然一顿饭就吃掉一整只果子狸。香锅果子狸真的好香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当家的厨艺简直比姐姐的还要好，也太好吃了吧！当家的哪有饭菜还没好就先偷吃的道理？你这样会把月月宠坏的。月月是我娘子，我自然要宠她。还有你啊，我的大娘子，你们可都是我的宝贝，我就喜欢宠着你们。当家的，宛如还在呢，你这样也太难为情了。我们赶紧吃饭吧。英英，你快掐我一下，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。你是不是被吓着了？一开始我也不信，但当家的说让我们每顿都能吃上肉，他真的做到了。来，你今天放开了吃，等当家的帮你筹到钱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如今是灾年啊，你们这样吃真的可以吗？以后的日子不过了吗？当家的这么做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你放心吃就是了。宛如，你的纺纱车还在吗？我想借来用几天。还在的，只是我爹娘想等我出嫁了，就拿它换粮食，肯定不会外借的。那就暂时别纺纱了，等我把院子生整好，接宛如过来的时候，再给你们买架新的。姐姐，按照说好的，今晚你一陪当家的，我跟宛如姐姐睡吧。虽然赵月月很想每晚都跟李汉吾待在一起，可也想让赵英英也能开心。晚上还是你陪当家的吧，我跟宛如还有些体己话要说。可是小破屋的床太小了，你跟宛如姐睡会不会太挤啊？我先前睡的小破屋里没有床，是临时拆了次卧的门板搭了个小床，仅仅只够一个人睡。不要紧的，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不错了。不如你们三人晚上一起睡，我自己一个人睡就好。林宛如这丫头还挺识趣的。那怎么行？反正我今晚跟你一起睡，我们俩都瘦，能睡得下的。再说晚上天冷，我们挤挤更暖和。我睡的主屋和这间破屋背靠背，中间就隔了一堵土墙。我和赵月月在屋里说着话，哪怕我们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可夜深人静的，还是有细碎的声响传到了隔壁的小破屋。娘子，你是在想我吗？当家的，你怎么起来的这么早？月月昨晚睡得很沉，还没醒呢。我知道你昨晚肯定没睡好，所以特地过来陪陪你。英英，你再睡会儿，我先去打猎，晚上就去找村长，说你改嫁的事。昨天赵大黄被野猪拱死了，那地方血腥味浓得很，肯定招来了不少猛兽，我得赶紧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捡又打到些猎物。发现可售卖物品，丁，发现30年老人参1根，预计可售3饭未闻。发现野生银环蛇1条，预计可售300文。蛇这种软骨动物，多甩几下就没力气了，随着蛇身逐渐变得没了力气。这几天虽然顿顿都有肉吃，可野兽肉哪有蛇肉香？什么情况？这边的猎物怎么突然扎堆往出跑？野兔和野鸡都是出了名的机警，难不成是有猛兽下山了？
检测到深山巨蟒1条，目测可售300千文。300千文，折合银子就是3000两。别说林婉容那100两聘金了，就是把家里的破房子推倒重建个大豪宅都用不了。这哪里是蟒蛇，这根本就是成精了吧！放开月月，你这个畜生！姐姐，救我！救我！茵茵，你快带我娘走，我跟这畜生拼了！畜生，放开我妹妹！月月，快跑！我拖住他，告诉当家的，我这辈子没法报答他的恩情，下辈子定当牛做马报答他。姐姐，不要！跑，赶紧跑！畜生，小爷在这儿，有本事朝爷爷我这里来！不嘛，放开月月，你这个畜生！真是添乱！想跑，门都没有。星云哥哥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肯定会被蟒蛇吃掉的。我爹说了，救命之恩定当涌泉相报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。我没想那么多，你千万别误会。我没有误会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我一定要把今天的事告诉我爹，让他帮你去府衙要赏识。蟒蛇是我杀的，我自会看着处理，你就别费心了。不费心，一点也不费心，我就想为你做点事。莹莹，我在这儿，我没事。你真的没事？不会哪里有暗伤吧？别怕别怕，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。倒是你们，好端端的怎么突然上山了？我们见家里的野菜吃完了，便想着上山挖一些，晚上给你做野菜窝窝吃。没想到，你快看看月月有没有事，她痛得都快晕过去了。